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同错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。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棒！此时操场上少男少女们嬉笑打闹，一副岁月静好的景象，全然不知这里很快就会变成人间炼狱。我拿出电话给柳如烟拨了过去。张一，大清早的人家还在补美容觉呢，烦不烦啊你？宝贝，能来教学楼天台一趟吗？去那干嘛？有病啊！宝贝，你来就是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我看上的那个包包你买了吗？你来了就知道了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很快，柳如烟就迈着款款的步子来到了天台。礼物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张一，你敢骗我你就完了，说什么都要分手。不由分说，我一脚把柳如烟踹飞出800米，西瓜刀缓缓从身后提了起来。这个惊喜够吗？张一，哦不，亲爱的，你要干嘛？你冷静一点，我开玩笑的，不分手了，不分手了，我是爱你的，特别的爱你，一辈子都舍不得离开你。你背着我和那群男人去酒店的时候，有想过我吗？哦对，应该是有的，毕竟房费还是你从我这拿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亲爱的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迫不得已的，我是被逼的。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的错吗？在我最想要的时候，你却不在我身边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死到临头了还在找借口，真废话！直接一刀斩出，柳如烟的西瓜滚出好远。这时天空忽然惊起一声炸雷，一道又一道的光柱自天中照射而下，密密麻麻的丧尸凭空浮现在校园里。末日游戏正式拉开篇章。此时天台中央，一个青铜质地的箱子正静静地摆在那里。张一快步上前将其打开，里边弹出3样东西：初级防御外套、丧尸病毒免疫血清、蓝色强化药丸。张一将强化药丸一口吞下，体内瞬间涌出一阵猛烈的力量，随后穿上防御外套，将免疫血清揣好，提刀就朝着楼下赶去。还没走几步，大脑突然传来眩晕。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异能掠夺，异能描述：拿来吧你，可无限复刻其他所有异能，掠夺他人财富，升级后可直接剥离他人异能。这就是我的末日金手指吗？张一记忆里，末世之后整个苏大的觉醒者并不多，印象比较深刻的只有那个后世号称黑寡妇的雪青雨了，是个 S 级雷电异能拥有者，因为他人美声甜气质清纯，被奉为苏大4大校花之一。我得先去找他，把异能复制过来再说。后世每一个 S 级异能者都是一方霸主，就算大海捞针也得找到他。刚一下楼，几只丧尸立马就嚎叫着围了上来。张一直接手起刀落，将一个丧尸的脑袋削飞，随即借势溜出丧尸包围，朝外面跑去。救命啊！此时，一辆轿车旁，一位面容较好的女孩正在被一只丧尸撕拽着，一条大腿已经被啃食的鲜血淋淋。见此情景，张一没有多想，提着刀就跑了过去。小哥哥，快救救我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张一直接一刀劈了过去。道歉，你被感染了，我救不了你，送你一程还是可以的。随后，张一矮身坐进车里，朝雪青雨所在的宿舍楼开去。此时，整栋宿舍楼都已经沦陷，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丧尸。发生了这么大的骚动，也不知道雪青雨还在不在宿舍里。要是不在就麻烦了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同错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。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棒！此时楼梯处，一个娇小的女孩正挥舞着煤气罐，拼命砸着涌上来的丧尸。张一轻咦了一声，有些意外，随之女孩头顶显现出2行小字：力量增幅异能，D级，财富值5。居然是个已经觉醒的异能者，还是地级异能。女孩也看到了张一，扔出煤气罐将丧尸扫飞，小跑着来到车前。同学，开门，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吧。张一脸上泛起笑意，异能复刻的机会，这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吗？女孩上车后，张一在心中默念：拿来吧你。检测到可掠夺对象，复刻对方异能或掠夺对方财富，请选择。复刻异能，眨眼的功夫，地级异能就到手了。谢谢你，小哥哥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世界末日了吗？张一没有接话，反问道：你认识雪青雨吗？当然认识，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呢。哦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？我记得他今天去他舅舅的影楼当封面模特了，就在北边电视台大楼旁边。我可以带你走，但你要帮忙指路，带我去找雪青雨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此时影楼里，雪青雨正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青雨，你别害怕，舅舅会保护你的。谢谢舅舅。青雨呀，来我怀里就不害怕了，舅舅会好好疼爱你的。看到刘成玉那带着疯狂的表情，雪青雨心里更加的惊慌了。青雨呀，你是不是不听话了？你小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布呢，抱一下有什么问题吗？舅舅，你别这样。青雨呀，这都世界末日了，你就不能好好帮我一次吗？刘成玉说着就要扑上去。不要过来，你这个畜生！
你要小声点知道吗？外面可都是吃人的怪物，与其被那些怪物吃了，还不如便宜我，对不对？就在刘成玉要强行开车之际，房门被轰然踹开。我的女人你也敢动，简直是找死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这是我的影楼，你们给我滚出去！懒得废话，张一直接拔刀砍下他的西瓜。这时原本还在哭泣的雪青雨起身扑到了张一怀里。姑娘，咱们很熟吗？刚刚我只是虚张声势救你罢了，没必要这样吧。不过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拿来吧你。异能复刻成功，获得异能雷电掌控 S 级。此时旁边的李小鱼多多少少像是在吃狗粮了，同时心里仿佛下了某种决定。随后张一按照记忆来到一片豪宅区，找了一栋靠朝小区大门的别墅作为临时据点，安排雪青雨留在别墅里整理能用的东西，随后带着李小鱼去其他住宅里搜集物资。当张一告诉李小鱼是异能觉醒者时，他兴奋的直蹦跶。本小姐，我是觉醒者耶，怪不得我力气变得这么大了。那青鱼也是觉醒者吗？是的，他是雷电异能。随后两人在小区忙活了大半天，总算是把丧尸清理干净了，同时还搜刮到了不少物资。雪青雨也把据点里的物资整理了出来，这些物资足够三人轻轻松松的吃上2个月。饭后，张一向雪青雨询问道：“青雨，你能自己掌控异能了吗？”啊，什么异能？我不知道啊。随后，张一和雪青雨解释起来：“我试试看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。”随即，雪青雨闭上了眼睛，细细感受。很快，周身泛起丝丝电弧，一抬手掌向外打出一道雷电。天赋很不错，今晚你俩轮流守夜吧。发现丧尸就尽量杀了，注意别发出太大的响声，引来太多丧尸。到了晚上，丧尸的视觉会关闭，但听觉会大幅度上升。Yes sir， 保证完成任务。晚上，雪青雨和李小鱼在阳台上守着。青雨，你和张一哥哥在一起多久了啊？之前我怎么一点都没察觉到你找男朋友了？我和张一没有交往，只是见过几次而已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他怎么会拼了命的去救你？我和他真的只是就见过几次面，而且他一直都有女朋友的。苏小嫣你应该也见过，长得很漂亮的。那不是个绿茶公交吗？张一哥哥怎么会看上他的？听说他能同时和800个人同时玩游戏而不落下风呢？就在二女津津有味谈论柳如烟以前战绩时，一个如肉山般臃肿的胖子在街道上踉跄着前行，嘴里不时留下腥臭的黑水，而他前进的方向正是张一3人所在的小区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走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腐捏爆。此时两女还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柳如烟以前的傲人战绩。李小鱼突然发现小区门口处站着一道人影。3级爆裂种，攻击不高但极具危险，受到伤害就会发生剧烈爆炸，对自身5米内所有生物产生伤害。只见那人嘴里不停地流着黑色液体，像是被水浸泡到发胀的巨大尸体一般，十分瘆人。随后两女悄悄下楼，在距离那胖子丧尸不到20米的距离，雪青雨掌心涌出雷电，包裹着水果朝着丧尸射去。那胖子丧尸的脑袋瞬间被削，随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然而还不待两女庆祝胜利，那尸体忽然快速膨胀，砰的一声，整个身子都爆裂开来。几辆停在那里的轿车也相继发出了警报声，这引得一只又一只的丧尸骤然暴起，循着声源嚎叫着冲了过来。我的妈呀！合着这大胖子是个炸弹，还好我没跟他近身肉搏，要不就被他崩死了。金宇，快跑吧！随即，雪青雨也不犹豫，和李小鱼一起朝着别墅楼跑去。然而，那丧尸群中有几只跑得飞快，很快就要将二女追上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一柄裹着雷电的西瓜刀带着寒光划过夜空，将最前面的2只丧尸脑袋削飞。你们守住门口，别让丧尸进去破坏到物资。张一哥哥好帅啊！没理会李小鱼的赞美，张一提上西瓜刀就朝着丧尸群杀去。斩杀掉几只丧尸后，张一便彻底吸引住了丧尸们的注意力，而后抽身朝着大门处跑去。张一很快就到了鸣叫不止的汽车旁，手中雷电涌出，瞬间将轿车报警系统破坏。丧尸们失去了声源，也相继停止了行动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唯独剩下的几十只还在张一身后嘶嚎着追逐。张一以退为进，边退边杀，10几分钟后，终于将丧尸全部斩杀干净。此时，雪青雨走到张一身前，紧咬着红唇，自责地低下了头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不用太自责，是我的疏忽。我没想到仅仅是第1天丧尸就会进化出3级的爆裂种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去附近检查一下。然而张一还没走几步，只见一辆大卡车缓缓地行驶而来，停在了他们身旁。从上面跳下来2个人。哥们身手不错呀，俺叫阿虎，他叫小山，俺们俩刚才在附近搜寻幸存者，听见这边有动静就过来看看。张一点了点头以作回应，随即发现那个叫小山的是个普通人，而这个阿虎则是个觉醒者。异能铁臂 F 级，财富值100，居然是个垃圾异能，评级只有 F， 比李小鱼还要低上2级。
大兄弟，你们要不要跟俺们一块走？现在世道乱了，聚在一起人多力量大，活下去的希望也要大一些。阿虎一边憨厚地说着，目光则不时向雪清与二女身上扫来扫去。谢谢，不用了，我们还是喜欢独来独往。大兄弟别这么护法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些丧尸一天比一天多，就你们3个人很难活下去的。俺们还囤了不少东西呢，1日3餐吃喝管饱，俺们囤的物资吃个几年都没问题。这满满一卡车都是嘞，不信的话我带你看看。真的？你可别骗我呀！阿虎边走边说道。俺还会骗你不成？你看一下不就？突然，阿虎的手臂泛起了金属光泽，原本憨厚的表情也变成了狰狞的杀意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张一周身电光一闪，阿虎惊骇地发现他的钢铁手臂忽然不受控制。老大快出手！这小子有古怪，我的手不听使唤了！惊骇之下，阿虎朝着车顶吼了一声，简直就是废物！随之一道黑影闪现，一个身高2米开外的狼头人身怪物走了出来。在张一的注视下，狼人头顶浮现出2行小字：异能说话秘籍不可逆转，财富值16000。看到对方的异能和财富值，张一略微有些意外。16000的财富值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肥羊了。小子，你觉醒的异能看样子很不错吗？给你机会，跪下来向老子效忠。那2娘们，我装修之后会留一个给你，要么死了，老子还没尝过觉醒者的人肉是什么味道呢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。此时，眼前的兽化狼人竟然威胁张一臣服自己，并且要求要给二女进行豪华内饰装修。面对狼人的威胁，张一瞬间暴起，将那阿虎提了起来，同时心中默念：拿来吧你！复刻异能成功，获得异能铁币。老大救我啊！见状，那狼人骤然发力，朝着张一袭来。张一甩手便将阿虎向狼人砸去，那狼人却毫不减速，一爪将阿虎劈成2半，朝着张一继续杀来。张一周身电光乍起，控制着西瓜刀朝狼人眼睛射去，只见火花四溅，西瓜刀竟被弹飞。小子没用的，老子刀枪不入。随即狼人狂笑起来，张一冷哼一声，发动力量增幅，对着狼人一拳轰出，狼人被轰飞数米之高。随后张一控制雷电包裹炸人，瞬间将狼人包裹在内，狼人像被钢铁缠绕的大地球，轰隆坠地，扬起一大片尘土。张一控制一道雷电狠狠落在铁头上，在巨大的电流冲击下，不出1分钟，狼人就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。张一面无表情地走到狼人身前，同时心中默念：拿来吧你！请选择掠夺异能还是财富。掠夺财富。掠夺财富成功，获得17000点财富值物资，剩余1000点人口财富由于技能熟练度不足无法掠夺，请选择物资存放地点。放在据点别墅里吧。物资已转移，请尽快查看。此时狼人虚弱的哀求：大哥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，我以后跟着你混，什么都听你的。抱歉，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随即大铁球不松反紧，瞬间将狼人捏爆。张一哥哥，你没受伤吧？李小鱼扛着棒球棍小跑着凑了上来，同时另一只手还拽着一个已经被打残的大汉。放心，我没事。张一看了看大汉，淡淡说道：杀了吧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啊，我来杀嘛。怎么下不去手吗？面对张一冷漠的眼神，李小鱼心下一紧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我知道了。随即李小鱼银牙一咬，挥起棒球棍送大汉去见了上帝。张一揉了揉李小鱼的小脑袋以作安抚，想要在末世活下去，就必须弄脏自己的双手，否则死的人就是你。在末世，你甚至可以怜悯丧尸，但唯独不能怜悯别人。末世人心比洪水猛兽都要可怕。经过短时间接触，张一发现李小鱼表现的比预期还要好，战斗意识很强，随即也起了栽培的念头。都听张一哥哥的。随后张一将卡车后边货箱门打开，里边居然装着不少活人，想来他们都是被狼人抓来的，要么是带回去当苦力，要么是拿来当鲜肉食用。很快这些人就都被救了出来。谢谢你小兄弟，救了我们。被那个怪物抓住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死定了呢。大哥，那个怪物很厉害的，咱们快走吧，晚了被抓住了命就没了。对，咱们快走吧。一群人说完就要跑路，张一拳打在车厢上，被打的地方凹陷出一个大坑。他漠视着人群，冷声说道：我允许你们走了吗？虽然抓你们的怪物已经死了，不过你们要把这附近的尸体都装到车上一起带走才行，干点活就能换回1条命，我想应该是很划算吧。一众人听了面面相觑，但谁也没有动手的打算。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？我们又不是你的奴隶，凭什么你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？我才不干呢！就是工资都不给就想白嫖，我也不干。干活可以给钱或者给吃的。我都1天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还要让我去抬尸体，还是不是人啊？我可是女生啊！小兄弟，是你救了我们不假，但请你尊重我们的人权，我们都是自由人，享有应有的人权。年轻人要学会做人处事，不然以后怎么吃亏的都不知道。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能拿我们怎么着不成？
一群人七嘴八舌的对着张一一通指责，旁边的李小鱼不乐意了，愤恨说道：“你们这群人还要点脸吗？张一哥哥可是救了你们的命啊，就帮忙把尸体运走而已，你们已经占了大便宜了，好不好？要是被那个怪物抓去，你们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小丫头片子，这里可没你说话的份。我没有求过他救了吗？是他自己多管闲事，好不好？眼看事态升级，张一身形一晃，一把就将女人凌空提了起来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！眼前这些人被救后，非但没有对张一好好感谢，反而反手对他一顿冷嘲热讽。张一身形一晃，一把就将女人凌空提了起来，说我多管闲事是吧？那你就先去死吧！不等那女人求饶，张一用力就将其活活捏爆。众人直接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亚麻呆住，哆哆嗦嗦不再敢说话。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，要么把附近的尸体都抬进车里拉走，要么变成尸体被我丢进车里拉走，选一个吧。一行人当下亡魂大冒，急忙连滚带爬的抬尸体去了。很快满地尸体便被清理得一干二净，就连地面都被擦得一尘不染。你们谁会开车？我会。那你带上所有人一块走，我不管你们去哪，越远越好。不过最好别开太快，别发出太大的动静，不然死了可别赖我没提醒你们。随后众人纷纷挤上车，油门一踩就扬长而去，呼啸着消失在了公路尽头。张一见状叹了口气，发出这么大响动，鬼知道沿路要吸引多少丧尸尾行。现在路况本来就差，要是被迫停车的话，那他们就只能等死了。随后张一便招呼二女朝别墅区走去。三人回到别墅的时候，一开门就只见大堆的物资，肉蛋奶、水果蔬菜、零食饮料，锅碗瓢盆应有尽有。看样子那个狼人应该是洗劫了几个中小型的超市，17000点的财富值就是给力。都愣着干嘛？赶快整理啊！第二天天亮，张一安排雪清雨在据点继续整理物资，随后找了一辆摩托车拉着李小鱼去药店开始零元购。不多时便扫荡了满满20几袋药品，但张一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装了半天，就连柜台上的一半都没装完，更别说药店里边还有一个小仓库了。要是有空间异能就好了。随后张一让李小鱼去仓库里把所有的药品都搬出来，自己则跑到街上去找货车来拉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一辆大卡车停靠在路边。怎么那么眼熟呢？这辆卡车不正是昨晚那辆吗？不过车上此时已经没人了，想来昨天那些人要么是逃了，要么被丧尸吃干抹净了。一连扫荡了10几家药店，大卡车才勉强装了一半不到。找药店容易，但搬运工作实在是太累了。就算2人都有力量增幅异能，还是累得够呛。算了，今天不干了，回家。好，都听张一哥哥的。一回到别墅，李小鱼就直接回房间休息了。雪清雨款步来到张一身前，温柔细语的说道：“辛苦了，我帮你按摩放松一下吧。”上辈子张一见到雪清雨可是要趴在地上的，生怕对方一个闪电5连鞭甩过来要了他的小命，现在居然在给自己做按摩，心里说不出的一阵满足。张一回到卧室，心中也在琢磨，3个人终究是太少了一些，战力不缺，但做苦力的人可太缺了，看来得抓紧找个空间系异能者，把他异能复刻过来才行。不过空间系异能十分的稀少，无疑不是个大势力的宝贝疙瘩。次日一早，张一带着李小鱼再度出门了。今天目的只有2个，首先是找辆油罐车拉回去备用，其次是搜寻其余的觉醒者复刻异能。2人来到加油站分头行动，这时有几个幸存者走了过来，看向李小鱼，不由得眼前一亮。今个运气真不错，还遇到个靓货。小美女，一个人在外边下工是很危险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和我老公一块来的，才不是一个人。小美女，不如以后跟着哥混怎么样？保你顿顿吃得上饭。现在这世道，就你那废物老公可养不活你。李小鱼闻言脸色冷了下去，直接一脚将其踹飞。你才是废物，你全家都是废物。光头男踉踉跄跄的站起身，剧痛之下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。你也是觉醒者，鹰眼追踪。只见光头掏出匕首，径直朝着李小鱼甩了出去。小鱼早有防备，直接错身躲开了飞来的匕首，可匕首竟然回旋转了一个弯，再次朝着李小鱼刺来。等李小鱼发现的时候，匕首已经近在咫尺，想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。光头男的异能叫鹰眼追踪，掷出的武器就算被躲过了，武器也一样会自动追踪目标，直至命中为止。就在匕首即将刺中李小鱼之际，却突然静止不动，就那么静静的浮在空中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做了什么？立即异能，还不错的样子。张一闪现到李小鱼身前，对其说道：“以后多长点记性，第一时间就要补刀，别给对方喘息的机会。异能种类有很多种，别什么时候被阴了都不知道。”知道了啦，老公。我什么时候成你老公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是都说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吗？你都救了我2次了，我现在才以身相许报恩，已经很矜持了，好不好？报恩也不一定要以身相许吧。不是还能当牛做马吗？那张一哥哥，你是想让我当牛还是当马啊？光头男哆哆嗦嗦地看着张一，到了现在就算是傻子也知道碰到硬茬了。
大哥，我错了，你俩别再秀恩爱了，求求您饶我一命，给我们龙虎帮一个面子。我老大是虎爷，也是觉醒者。龙虎帮虎爷，在张一的记忆里，好像是有那么好势力。暂时饶你不死，走吧，带我去见见你们虎爷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豹。此时光头把张一2人带到一片高楼区，大哥就是这里面，虎爷在5楼，他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虎爷最欣赏的就是您这样的人中豪杰。光头表面上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，但眼眸里不时闪过一丝怨毒。不用你带路了，接下来我知道该怎么走。你的价值已经用光了。同时心中默念，拿来半天，便直接将异能复制过来，随即一柄匕首飞出，直接贯穿了光头的喉咙。很快，两人来到一家名叫血皇后的酒吧，门口放哨的走过来喝道：“喂，你俩干什么的？识相的把女的留下，或许大爷高兴还能留你一条小命。”说完，两人便色眯眯的上下打量着李小妹。张一懒得理会他们，直接匕首甩出，瞬间将2个小卡拉米送上了西天。你在门口守着，别把人放跑了。交代完，张一便独自走了进去，一路边走边杀，沿路留下的都是鲜血与尸体。转眼就来到了4楼，不过却被一个壮汉拦了下来。小子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我可以不追究你杀了我龙虎帮成员的责任，现在滚，我还能饶你一条狗命。张一将目光看向壮汉的头顶，异能钢铁之躯，A 级，财富值2000。居然是极1米，还是极其稀有的钢铁之躯，这妥妥的人形坦克，近战克星啊！想到这里，张一控制着匕首就刺了过去。壮汉周身泛起金属光泽，任凭飞来的匕首刺在身上，溅射出阵阵火花，却连皮都划不开。铁人一把抓住匕首，怒声喝道：“这是老三的匕首，小子，这匕首你从哪弄来的？”当然是从尸体上取下来的，还是一个大光头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杀人的手法很精湛，他走得很安详。你居然敢杀了老三，我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剔出来捏碎！铁人怒吼着扑了过来，挥着金属拳头一拳拳朝张一砸下。张一不敢硬接，只能连连躲闪。怎么样，老子是不是很威猛？我突然改变主意，不想杀你了。你既然杀了老三，那么就顶替老三的位置来服侍老子吧。放心，老子技术可是一流的，绝对让你手歪歪。张一闻言直接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铁人会玩得这么花。想想那画面，张一只觉得周身一阵恶寒。别傻愣着，你倒是继续跑啊！你越是挣扎，老子越兴奋。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铁人狂笑着朝着张一再度扑来，张一却不闪躲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就在铁人犹豫要不要留点力，以免一拳打死没法做游戏的时候，突然浑身一僵，就这么定格在了原地。你的异能的确很强，但并不是无敌的。雷电系异能就能轻松克制你。很不巧，我恰好就有雷电异能，你输的不冤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算了，我怕你说话恶心到我。随即心中默念，拿来半天。检测到掠夺对象，请选择掠夺方向。我全都要。复刻异能成功，掠夺财富成功，获得2000点物资，已存放置别墅，请及时查看。随后，张一对铁人问道：“大兄弟，我还是很想吐槽，你们兄弟俩玩的是真花呀！那是你在上边，还是他在上边？刚对刚必有一伤啊！”说完，控制一道雷电落下，大汉直接变成了渣渣灰。很快，张一来到5楼，出乎意料的是，那虎爷并没有剧烈反抗，而是不停的磕头认错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，什么都可以拿走。龙虎帮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大哥您看，这是迪丽冷吧，1线级的明星美人，我把她送给您，我都叫好了，您会喜欢的。张一凝视着两人，像突然发现了什么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虎爷见状，以为张一动心了，便对女人催道：“还不赶快过去服侍这位大哥！”哼，我才不去！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可是一线女明星啊，她什么身份，配得上我吗？我不去，要去你去吧。反了你了！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世界末日了？要不是老子，你早他妈喂丧尸了！老子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不然把你剁碎了喂丧尸去！好，我听你的，求你别打我脸了。随即他便朝张一走来。小哥哥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你可不能像虎爷那么凶，你要好好对待人家，人家可是解锁了好多技能呢，就让我来一一为你展示吧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豹。此时1线女明星迪丽冷吧，脚穿黑色花边丝袜，一脸娇羞的正准备给张一表演才艺，谁知张一竟不怜香惜玉，甩手就把她扇飞，随后眼睛竟死死地盯着虎爷，舔了舔嘴唇说道：“虎爷，我还是对你比较感兴趣，要不你过来吧。”大哥您别开玩笑，我这一身肥肉入不了您的法眼啊！
虎爷一把捂住后腚，脸色吓得煞白一片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张一喜欢这口。大哥，您要是喜欢这口，我有俩手下和你有一样的癖好，要不您去和他们交流交流吧。张一闪身来到虎爷身前，一把将他提了起来，大喊道：“拿来吧你！”检测到可掠夺对象，请选择掠夺方向。我全都要。复刻成功，获得异能广域空间类4级，掠夺财富成功，获得5000万点财富值物资，请选择物资转移地点。全部转移到广域空间里。物资转移成功，请注意尽快查收。空间系异能终于到手了，还是最顶级的广域空间，空间面积足足有10万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就在这时，虎爷惊恐地惨叫起来：“我的东西不见了！我空间里的东西不见了，都不见了！是你干的对不对？把东西还我，还给我！”这可是他的全部家当和依仗啊，牺牲了上百个手下才弄回来的物资啊！没了这些东西，他往后该怎么活？聒噪！看在你帮我囤了那么多东西的份上，我会让你死得毫无痛苦。虎爷怨毒地看着张一：“我咒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”你的愿望可能要落空了，做人你都拿我没办法，做鬼你就更别想了。张一说完，掌中喷涌出电光，直接将虎爷超度成了一匹渣渣灰。一旁的迪丽冷巴见状，直接吓尿了。大哥，求你放过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会很多招数的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可惜你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形状了，要不然我可能会考虑不杀你。说完，张一直接一道雷电把他烤得外焦里嫩。回到1楼就看见李小鱼脚边有2具尸体。老公，刚才有2个想要跑，被我敲死了，怎么样？我很厉害吧？你要不要奖励一下我？看你能的，那我奖励你去逛商场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老公你真好。随后2人来到一家商场，李小鱼蹦跳着来到一家服装店，开心的开始了零元购。张一直接大手一挥，将整间店铺的东西都收纳进广域空间里。李小鱼都被吓得亚麻呆住了。别大惊小怪的，东西被我收进我的异能空间里了，等回去了你再慢慢挑吧。好的，老公，我都听你的。随后，张一直接把整个商场的东西都转移到了广域空间里，然后又到五金店、医院、钢材厂、造纸厂、调料厂、图书馆、酿酒厂，一连兜转到了晚上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爆。一连兜转到了晚上，张一才意犹未尽的罢手。等2人回到据点的时候，雪青鱼已经把饭菜做好了。张一没有忙着去吃东西，而是从广域空间里取出钢材，用电磁力控制着，将别墅的整个表面都镶嵌上钢板，将别墅打造成了钢铁堡垒。做完这一切，才心满意足回到别墅里吃饭。饭后，张一又从广域空间里取出一大堆的女性衣服，外加一系列女性用品，你们看着挑吧。另外晚上不用守夜了。说完就径直回到房间躺尸去了。2个女孩则欣喜地挑起了各自喜欢的衣服。青雨，你说张一哥哥是不是太正经了一点啊？难道对我俩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他对咱们都不太熟悉，生分一点很正常了。青雨这一点也不正常好吧？现在可是末世啊，哪有人不放纵欲望的？但张一哥哥对这些事情好像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样子。他这么优秀，应该早把咱俩吃干抹净了才对呀。你也不知羞，这不是正好说明他很特别吗？不像那些禽兽一样，是个值得信赖的正人君子呢。哎呦喂，我清纯的雪大校花，你想的太片面了。我巴不得张一哥哥禽兽一点，抓紧把我变成他的形状呢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之所以不碰咱们，是因为柳如烟，张一哥哥一直都在找他呢？雪青雨闻言直接僵住了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张一哥哥对柳如烟爱的真真切切，就算被当鱼养，也从没有怨言。要是张一哥哥找到了柳如烟，以他那种性格，我俩多半没有好果子吃的，被扫地出门都有可能的。好像还真有这么个可能，那该怎么办啊？行动起来，上高地推水晶，在找到柳如烟之前，咱俩变成张一哥哥的形状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候咱们也是女主人，还怕他柳如烟不成？而且我们是2打1，开盘就能赢，绝对输不了。李小鱼郑重地看着雪青雨，连名分我都想好了，青雨你做大房，我做小妾，咱俩合力挤占柳如烟那个绿茶婊的生存空间，把她撵出去，换谁都行。反正我唯独接受不了柳如烟来这个家里，又饱又辣，鬼知道身上会不会带了什么病，我可不想被间接染上那些病。雪青雨愣愣地张大了红唇，这样也可以的吗？雪青雨脸如火烧，鼻尖冒汗，主要是她早就暗恋张一很久了，委身于张一，她并不抗拒，甚至心里也想早点变成张一的形状。最后由李小鱼制定作战计划，宗旨就3个：白给，还是白给。而此时张一全然什么都不知道，躺在被窝里琢磨着明天该吃什么，要不要出去找个大厨回来专门做饭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爆。第2天，
天刚蒙蒙亮，李小鱼和雪清雨穿着性感小衣服凑在沙发上小声说着什么。雪清雨听得脸蛋通红，见张一下楼，李小鱼跑过去挽住了他的胳膊。老公你醒了，饿了吧？早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呢。李小鱼将张一拉到餐桌前，老公，让青雨姐喂你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有手。哎呀，别这么客气嘛，老公，我们伺候你是应该的，哪怕你对我们有过分的要求，我们也会主动配合的啦。李小鱼语出惊人，瞬间把张一给整不会了。这俩丫头不会想要变成我的形状吧？我只不过帅了一点，物资多了一点，异能多了一点，对末世熟悉了一点，人格魅力强了一点，黄瓜带了一点，其他方面还是很普通的呀。李小鱼古灵精怪的还好说，雪清雨本身比较文静羞涩，断然是不会白给的呀。很快张一便吃完了早餐，你俩没事的话不要出门，现在外边很危险。今天不带我一起出去吗？不了，现在外边的丧尸等级已经很高了，你跟我一起出去会很危险，还是留在家里吧。哦，那好吧。没事的话，你俩去健身房里多练练异能，我出去找个人，估计要晚上才能回来。好的，老公路上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一路顺风，我做好饭等你哦。告别两个女孩，张一就出去了。看我猜的没错吧？张一哥哥就是出去找那个小绿茶了，咱们得加快计划了。雪清雨咬着嘴唇，轻轻应了一声。此时张一刚斩杀完门口几只丧尸，随后骑着摩托朝海天酒店赶去。高级丧尸越来越多了，看来必须要在今天找到心仪的厨，晚了可就成丧尸的口粮了。好饿啊，谁还有吃的麻烦我一点，我出100万，只要给我吃一小口就行。一旁西装男子讥讽道：“说的谁不会一样？别说区100万了，1000万换一包泡面我都乐意。谁能给我口吃的，我就给谁吃鲍鱼。”快拉倒吧！你那鲍鱼几天没洗了，没准现在又腥又臭，鬼才愿意吃。这4天的时间里，众人都没吃过什么东西，早就饿疯了，没有了往日的尊严。唯独前天众人一起分食过半个面包，还是一个叫柳慧的女人贡献出来。想到此处，众人一起看向角落里的一对母女。柳慧，你还有吃的吗？拿出来给大家分点吧。已经没有了。你之前的面包是哪来的？你该不会还有藏着的吧？真的没有了，就只剩半个面包都分给大家了。不可能，你绝对还有吃的。你们母女俩是最先来这里躲着的，鬼知道你们到底藏了多少吃的。柳慧，有的话就趁早拿出来吧。是啊，大家现在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就不要藏私了。我正好有一部大制作片子要开接了，你要是把东西拿出来，巧巧就是内定的女1号了。真的没有了，我没骗你们，那些面包是我在21楼的餐厅里顺手拿的，你们实在是想要，就自己去21楼拿，应该还有剩的。众人闻言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自告奋勇去拿面包。现在21楼恐怕早就是丧尸的乐园了，去了不是找死吗？柳慧，要不你去21楼拿面包吧，你之前拿过，对路线比较熟悉。事成之后，我李大刚欠你一个人情，你应该知道我的人情分量有多重。刚导说的不错，柳慧你就跑一趟吧，大家都会感激你的。是呀，刚导说的对，毕竟你对路线最熟悉。听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柳慧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煞白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。此时高档酒店内，一群人正要求柳慧出门寻找物资，于巧巧急忙拦在柳慧身前，怒视着众人。要去你们自己去，你们没有腿吗？我们好心给你们开门，给你们吃的，你们现在居然还想要我妈妈去送死，人渣！你们都是忘恩负义的人渣！小丫头怎么说话呢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柳慧，你今天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面包在哪，你有帮大家拿面包的义务。你要是不去，不说大家都会饿死，你女儿你难道不管了吗？如果你执意不去，那就是犯了众怒，你就别想在这待着了。好，那我们走。柳慧淡淡瞥了一眼众人，拉着于巧巧就要离开。站住！李大刚将母女俩拦了下来。谁同意让你女儿也走的？她还那么小，未来还有大好的人生，你要送死也别拉着她呀！要走只能你一个人走。柳慧闻言脸色彻底冷了下去，这群人渣是打算拿她女儿逼她就范了。要是让女儿留下，不用想也知道女儿会遭受到什么样的非人的待遇。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，实则都是披着人皮的畜生。野狗尚且知道感恩，可你们连野狗都不如。我可以去帮你拿食物，希望我把食物带回来的时候，那种弱女子用命换回来的血食你们能咽得下去。柳慧说完，转身对于巧巧温柔地说道：“巧巧，对不起，妈妈没能保护好你。”于巧巧呜呜地哭了起来，死死地抓住柳慧，不想让妈妈离开。
柳慧缓缓凑到于巧巧耳边，小声的说道：“如果妈妈天黑还没有回来，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你就从楼上跳下吧，不要害怕，闭上眼睛就好了。走也要走得干干净净的，知道吗？”于巧巧努力的点了点头。知道了。宝贝真乖。柳慧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。此时她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如果她回不来，就算变成食人的恶鬼，她也要从九幽地狱爬出来，将这些人的血肉啃食殆尽。此时张一刚到酒店门口，一个身穿背带裤的丧尸就冲了过来。哟呵，这不是我坤坤哥吗？你的篮球呢？还不滚回去接着练习2年半！张一说完，直接一刀把他送回火星，随后边走边杀，往楼上走去。此时柳慧有惊无险的从21楼带回来了几根用过的黄瓜。开门，食物我已经带回来了。快把食物给我！你先让我进去。呵呵，臭女人，你没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。不想你闺女变成刺身，就把东西先给我，然后再去找一桶水来。老子早就渴得冒火了。你闺女还没被人装修过吧？长得这么可爱，说不定血都是甜的。柳慧闻言心神俱颤，急忙将九死一生寻来的食物递了过去。不要，求求你不要伤害巧巧，我把东西给你，我这就去帮你找水。就在柳慧祈求之际，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了楼梯口，随即迅速朝这边扑来。众人见状都吓得亚麻呆住，竟忘记了进屋躲避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柄飞刀凌空划过，当的一声把丧尸钉在了墙上。柳慧就这么呆呆地仰视着突然出现的帅气男子。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神明的话，那眼前的就一定是了吧。张一俯视着眼前的幸存者，不满地咂了咂嘴巴，看样子又找不到厨子了。那个，打扰一下，你们谁会做饭？8大菜系都会的那种。我家里缺个厨子，待遇还算可以，有没有能力又有兴趣的？一众幸存者都懵逼了，他们可都是有身份的，怎么会亲自下厨呢？我会做菜，会做很多菜，8大菜系都会。听到柳慧的回答，张一眼前一亮，随即闪现到他身旁说道：“走吧，咱们进屋详细聊聊工资待遇。”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红土捏爆。海天酒店内，张一正在面试未来的大厨，一旁的花哥凑了上来：“小兄弟，你是什么人啊？是不是救援队派来救我们的？我就知道上面还没有放弃我们。”张一淡淡的瞥了一眼花哥：“我和你说话了吗？”花哥闻言一愣。小兄弟，你态度能不能好点？注意你的身份，不是什么人你都得罪得起的。信不信等我得救了，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丢了饭碗？滚！张一冷哼一声，一个大逼斗将花哥打飞。眼见花哥被打，其他几个人看不下去了。小伙子怎么动手打人呢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年轻人就是太冲动了，完全搞不懂尊卑，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这辈子的前途都没了。救援队应该就在楼下了吧？等待会花哥得救了，就凭你这一巴掌，恐怕是不能善了了。张一无语的看着众人，你们该不会以为还会有什么救援队来救你们吧？这场灾难是全球性的，而且情况还会越来越糟，哪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们这群祖宗？想许愿就拜佛，喜欢做梦就睡觉，做人要务实一点，别整天幻想些有的没的。听到张一的话，一群人都呆住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不可能，你在撒谎，我不相信是真的，除非你拿出证据证明。爱信不信，反正你们的死活又跟我没关系，老子给你证明个鸡毛啊！随后张一坐下，又继续面试将来的大厨师。咱们继续谈吧，我先说说我给出的条件和待遇，你看看能不能接受。好的，您请说。柳慧点头应是。其实她只要能每天吃上一口热饭就心满意足了。她早就已经意识到，现在已经是世界末日了，根本不会有什么救援队。每天都要准备好1日3餐，菜品的质量不能太低，种类也都不能太少，偶尔也会让你准备宵夜。家里的卫生也需要你帮忙打扫，差不多全年无休，这就是你的工作内容了。至于报酬的话，你可以和我一起吃饭，1日3餐管饱，1个月1套新衣服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和种类。化妆品也是1个月1套，卫生巾1个月2包，洗发水和沐浴露也是1个月各1瓶。生病也会给你提供药物。娱乐设备的话，目前还比较匮乏，只能给你提供健身器材和书籍，以及听听歌之类的。你要是有其他要求的话，也可以申请，但不保证100%满足。听到张一开出的条件，柳慧呆呆地张大了嘴巴。这是世界末日会有的待遇吗？做梦都不带这么放肆的。我愿意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别急着答应。我采用的聘请制度是终身聘请，你不能单方面毁约，除非哪天我直接把你开除了。此时柳慧已经被震惊得快大小便失禁了。终身聘请，做一辈子的饭，我的天哪，这确定这不是福利吗？我愿意，只要您不嫌弃，我就给您做一辈子的饭。张一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那么欢迎来到我家就职，希望我们能相处得愉快。随即张一从广域空间里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肯大基全家桶和2瓶可乐放在桌上。看你们俩的脸色，应该很久都没吃东西了吧？先凑合着吃点填饱肚子，吃完我就带你们离开。看到这些，两女惊讶的捂住了嘴巴。
这是什么神仙手段啊？见到两女没有动作，张姨问道：“是不合胃口吗？要不我再给你们换点别的吃。”没有，这已经很好了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棒。已经很好了。随后二女不再矜持，低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于巧巧更是边吃边哭，不是难过，是香哭了。此时围观的幸存者们已经凌乱，闻着空气中弥漫的肉香，吞咽口水的声音频频响起。这位大哥，能不能给我也一桶炸鸡？我出1万块。我出100万，哦不，1000万，只要给我紫鸡腿就可以了。这位帅哥，我让你随便开飞机，而且我是自动挡的，只要1个鸡翅就能得到哦。兄弟，我可以给你开支票，要多少你自己填，我给半只鸡腿就行，鸡骨头也行，我不挑食。张一闻言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哪凉快滚哪待着去！”眼见张一对钱和女人都不感兴趣，有人心里一横，竟是直接想去抢二女的食物。张一轻哼一声，匕首飞出，直接将其砸晕。之所以不爆头，全然是因为自家2个新员工正在吃饭，他可不想倒人家胃口。等着他们吃的差不多了，张一说道：“吃完的话就走吧，我带你们离开这里。”于巧巧麻溜的把鸡骨头收拾好，像个宝贝一样抱在怀里。张一哑然失笑：“没事的，扔了吧，只要你听话。炸鸡汉堡，想吃多少就有多少。”谢谢大哥哥，巧巧会很听话的。巧巧啊，别扔，给姐姐吧，姐姐给你钱。给叔叔吧，你小时候叔叔还请你吃过冰淇淋呢，你忘了吗？哼，扔了也不给你们，哼，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人渣！臭丫头，给你脸了还？说着他就扬起手，想要过来打于巧巧，可看到张一那冰冷的目光时，又把手缩了回去。我命令你自己抽自己100个耳光。大汉闻言涨红了脸，不敢反驳，但又不想自己抽自己耳光。我的耐心很有限，不要逼我动手，否则就不是100个耳光那么简单了。我不介意把你从楼上扔下去。我自己来，不要杀我。说着就啪啪啪的自己打起了耳光。这时李大刚带着笑脸走了过来：“这位小兄弟你好，鄙人李大刚是一个导演，你应该在电视上见过我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有事吗？”是这样的，小兄弟，我想聘请你作为临时保镖，带我离开这里。你想要什么要求都可以提。我要的东西只怕你给不了。非也，这就不一定了。小兄弟应该明白我李大刚的人脉和威望有多恐怖。你带我离开这里，我会欠你一个大人情。我李大刚的人情有多重，小兄弟不会不明白吧？我想这种不亏本的买卖，小兄弟还是看得清的。张毅无语，这特么得有多膨胀，才能说出这种的话呀？大哥哥不要信他的话，他就是个言而无信的坏蛋、人渣、败类。是吗？他怎么言而无信了？你跟我说说。于巧巧随即把之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张一。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张一朝着李大刚摇了摇头：“我倒是不想评判你做的对还是错，漠视吗？这种事情我已经司空见惯了。只是很可惜，他们现在是我的员工，作为老板，不帮他们讨债显然是说不过去的。李大导演，您想好怎么还债了吗？”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棒。此时海天酒店内，张一正打算给新员工报仇。我见小兄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才对，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受人唆使吧？我给你1秒钟的时间，要么你自己从楼上跳下去，要么我把你踹下去，你选一个吧。哼，臭小子，别以为我怕了你。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老子这些年弄死过的人也不少了，不介意再多你一个。很好，看来你已经做好选择了。随后张一闪身来到李大刚面前，一把抓住他的喉咙，将其拖到窗前。古有佛祖割肉喂鹰，今有李导以身喂丧尸，在下佩服，功德无量啊，李导。说完抬手就把李大刚扔向下面嗷嗷待哺的丧尸群。随后张一返回到房间里环视着众人，先前逼迫过他们母女的自己站出来吧。房间顿时鸦雀无声，更没人愿意站出来。很好，看来你们都选择了和李导一样的大无畏刷功德道路。那你们是自己跳下去呢，还是我帮你们呢？众人瞬间被吓尿了，一个劲的跪地求饶。张一可不惯着他们，一个个把他们从窗户扔了下去才肯罢休。随后驾驶着摩托车带二女离开了海天酒店。刚回到据点，李小鱼和雪青雨就快步走了出来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刚跑几步，李小鱼就愣住了，朝着雪青雨道：“我怎么看着好像都不是柳如烟啊？”的确不是柳如烟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柳慧姐和她女儿，是我特地聘请回来的大厨，以后咱们的1日3餐和卫生都全拜托他们。李小鱼两女闻言都明白了过来，感情张一风风火火跑出去是干这个呀。两人对此倒也没什么想法，只要不是柳如烟就谢天谢地了。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小家庭，我叫雪青雨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叫李小鱼，欢迎你们。
谢谢大家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于巧巧这时好奇地问道：“两位姐姐，你们都是大哥哥的老婆吗？”雪清雨神色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李小鱼则笑嘻嘻地说道：“现在我们还不是呢。”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柳慧在心里嘀咕着：“现在还不是吗？那以后就会是了吧？可惜我早已为人母，青春不在。”把二女安顿好后，张一则是又继续出门，打算去金龙水库一探究竟。在他前世记忆里，那里是监狱中跑出来的犯人所建造的势力。他们之所以占据水库，完全是水库边上就是发电站，根本不缺电。同时，水库常年禁渔，里面鱼虾成群，完全不愁吃喝。从能源到食物，外加水资源，再到地势，金龙水库还真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随着张一逐渐远离市区，丧尸数量开始减少，幸存者数量逐渐变多了。1个小时后，张一来到一个小型的幸存者营地，营地里大概有200-300号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里面有很多帐篷，看上去十分的破烂。这些小屋子就是皮肉生意的交易场所，价格商量妥当，关上门就可以练习，时长2年半，往往半个面包就能来上一发，价格透明，实惠又公道。至于有没有传染病，就全看运气了。张一没走几步，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大姐就朝着他吆喝道：“小帅哥过来玩啊，只要1包泡面就可以哦，姐姐技术特别好，包你满意。”小哥哥，人家半包泡面就可以，有调料包的话，可以来2次约哦。这时，一个胡子巴碴的男子凑了过来，对张一说道：“小老弟长牛不？我老婆贼靓，快猜1个面包，包夜3个，我可以帮忙录像，不过需要再加半包泡面。”只见在男子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火辣的少妇，少说也能打个80分。一个小女孩从女子身后探出头，眨巴着大眼睛看着张一，显然这是一家3口。张一将目光看向女孩，女孩头顶缓缓浮现2行小字：异能梦境制造 A 级，财富值3。张一嘴角勾勒起一丝笑意，想不到还有意外收获。异能等级还不低，要是运用得当，用来暗杀是个不错的异能。见张一直勾勾地看着女孩，男子干笑了一声：“那个孩子还小，会被弄死的，别选他好不好？”张一无奈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没有那种怪癖，带路吧，找个没人的地方。”好的，兄弟，请跟我来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统统灭爆。此时难民营内，一位酷似蔡继坤的大叔手举摄像机，对张一说道：“那个兄弟，我媳妇是第一次干这个，你悠着点，毕竟我们还要做买卖呢。”张一没搭理他，从空间里取出一个800寸的蛋糕，朝着小女孩招了招手：“小妹妹，这个送给你吃好不好？”大哥哥，这个蛋糕真的是给我的吗？张一微微一笑，拍了拍女孩的脑袋，将蛋糕塞进女孩怀里。当然，她现在已经是你的了。掠夺发动，复刻异能成功，获得异能梦境制造 A 级，轻松收获一个 A 级异能。张一心情大好，从广域空间又取出3箱泡面放在地上。你女儿是觉醒者，可以控制梦境，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掌握。不想死的话，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张一说完，转身出了小屋，很快便消失在视野里。屋内男子朝着女儿哽咽地说道：“仙仙，你一定要记住刚才那个大哥哥的样子，将来无论如何都要报答他的恩情，知道吗？”女孩认真的点了点头，神色坚毅。2个半小时后，张一随着大批人群来到金龙水库山脚下，一行配备着枪械的人正守在关卡处。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，检查完一个进去一个，谁再不听指挥，老子毙了他。张一则注意到那个大汉头顶上有2行小字：异能气味追踪1级，财富值300。张一想了想，凑到大汉身后，拍着对方肩膀，拿出1包华子递了过去：“大哥，小小心意不成敬意。”小子挺识相的吗？进去吧，你不用排队检查了。谢谢大哥。就这样，张一成功插队过检，还顺手复刻了一个异能。掠夺异能的熟练度已经达到了80%，再复刻2个异能就能升级了。此时排队的人群中有人小声议论着：“你们说咱们该不会被抓去当苦力吧？苦力就苦力，只要有口饭吃就行，总比饿死的强。待遇方面一开始就要谈好，居住条件不能太差，吃的不说有多好，但起码要营养均衡吧。咱们态度要强硬一点，可别轻易让步，不然以后再想谈条件就难了。1个小时后，通过安检的人都来到一个广场上，都抓紧滚出来，快点的，别墨迹！现在听我命令，男女分开站成2列，男左女右。人群发出一阵骚动，但却没有人照做。这位同志，麻烦你说一下能给我们什么待遇吗？我们大老远过来投奔你们，总不能寒了人心吧？而且我们也还没决定要留下，还不是你的员工，更不是你的手下，你无权命令我们。大家不妨拿出诚意来好好谈谈。眼镜男说的铿锵有力，引得一众人纷纷附和。对，拿出诚意来。就是我们这么多人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，想让我们留下来出力，也要给出相应的待遇才行。拿出诚意来，不然我转身就走。
谁爱在这待谁待。一众狱警闻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笑死老子了！你们听见了吗？他们要我们拿出诚意来，这简直是我2025年听到最好笑的笑话。肉猪仔居然要代孕，我没听错吧？随即他抬手就是一枪，先前领头的男人顿时血花四溅，成为一具尸体。人群爆发出骚动，不少难民惊恐的转身就跑。几个狱警抬着机枪朝着人群就是一阵突，眨眼功夫10几个难民便中枪倒地，已然没了声息。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，男女分成2列站好，否则后果是什么？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这下难民们老实了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男女分开站好了。好了，大家挑一下，喜欢的带回去练习开车，其余的先关起来养着。狱警们怪叫着朝女人的队列走了过去，看上哪个女的就直接拽着将其拖走。营地里顿时惨叫一片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。此时广场上狱警们都找到了合适的开车人选，随后将剩下的人统统押走，关进了牢房里。这群猪狗不如的畜生都应该下地狱！你们也是被传单骗过来的吧？天底下哪会掉馅饼？我们都被骗了。你们也是被骗来的吗？在这里待多久了？没多久，比你们提前2天而已。要我说你还是省点力气吧，尽量表现的精神一点，不然……胖子嘿嘿一笑，就要变成大伙明天早上喝的肉汤喽。什么意思？还能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他们叫我们什么吗？肉猪仔，用来放血吃肉的猪仔啊！心肝他们会留着下酒，肠子肥肉一锅炖了再抬回来喂犯人。要么你乖乖的吃人肉，要么被拖出去宰了煮汤。听到胖子的话，众人无不胆寒，有的甚至被直接吓晕了过去。深夜，原本吵闹的监狱安静了下来，一名巡逻走了过来，张一趁机小声喊道：“长官，麻烦你过来一下，我给你看个好看的。”巡逻面带疑惑，骂骂咧咧的走了过来。小子你，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手腕粗的栅栏就自动分开。张一伸出大手将其拽进牢房，顺便将他西瓜摘了下来，然后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。在路过一间独立宿舍时，张一透过窗户看到2个硬汉正在睡觉，其中一个是普通人，另外一个则是觉醒者。异能被化立即财富值1800。张一闪身进入房间，先复刻异能，再掠夺财富，瞬息之后果断采摘2人西瓜，随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很快，张一在走廊处又发现一名巡逻。异能听觉增幅立即财富值700。张一发动雷电将其麻痹，大摇大摆走过去，开始掠夺异能。复刻异能成功，掠夺财富成功，掠夺熟练度达到100%，开启新能力剥离，彻底剥夺对象的异能。剥离的异能可转移给他人，转移对象条件好感度超过60%。听到系统的播报，张一喜出望外。剥离异能简直比把人杀了还要残忍，这太过分了，太残忍了，我太满意了。又转了2个半小时，张一共收集了20种异能。当路过一栋别墅时，他发现客厅里一个红头发的精瘦青年和几名少女在探讨人生大事。异能火能 A 级，财富值20万。看来这应该是个小 boss 级别的人物，妥妥的肥羊异能。小 boss 都是1级，大 boss 应该是 S 级的了吧？随即张一再次发动雷电异能，将屋内几人全部麻痹。闪身来到红发男子跟前，拿来吧你。检测到可掠夺对象，请选择掠夺方向。剥离异能，掠夺财富。异能剥离成功，掠夺财富成功，目的达成。张一毫不犹豫将红发男的西瓜砍下。此时屋内的几名女子都吓尿了，生怕下一个被摘西瓜的就是自己。张一走过去对他们说道：“现在我问什么你们就答什么，敢乱叫一声，我把你们都扔出去喂丧尸。”大哥，我们不会乱叫的，你问吧。我刚刚杀掉的红毛是什么人？在这里排行老几？他叫侯赤，外号侯三，是岛上的3当家。岛上一共有几个当家的？挨个说说。2当家叫黄沙河，大当家的叫朱坤坤，3当家是后来才加入的。那大当家和2当家的异能是什么？这个我不知道啊。张一闻言眉头皱了起来。这时另外一个女人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听说岛上那些土墙都是2当家一个人建的，而且是1天就建好了。有点意思。那大当家呢？没什么传闻吗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当家，只是私下里听别人说，大当家喜欢吃人，而且尤其喜欢吃漂亮的女人。”张一离开红毛怪的别墅，化作飞影，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至于那些女的，则被他打晕，没了几个时辰醒不过来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。此时草丛里一名巡逻正在给小姐姐上课，突然数根铁丝袭来，将其拖进了阴影里。告诉我你们大当家和2当家在什么地方？不怕死的话，可以试试喊救命，或者不说。巡逻拼命点头。大哥饶命！我说，
我什么都说。大当家一直都在后山，二当家的在最高的那栋别墅里。你们大当家很喜欢吃人吗？听到这，巡逻的脸色白了几分。大当家的不是喜欢吃人，而是只吃人啊！我们岛上的好几个兄弟就是这么没的，那些肉猪仔就是给大当家养着的。听到巡逻的回答，张一不禁眉头紧锁，将巡逻西瓜勒断，悄悄朝着后山摸去。此时后山寂静一片，一股股恶臭扑面而来，让人闻之欲呕。对这种气味，张一一点也不陌生，这是腐尸散发出来的味道。不远处，一个大灶台正咕噜咕噜地煮着什么东西，灶台旁边一个大肉球站在案板前，提着菜刀挥砍着食材。同时，张一也看到了肉球头顶上冒出的4行小字：拜师恶势暴君，技能狂化嗜血，异能超蓄能，4级，财富值268万。看完介绍，张一嘴角一抽，靠腰脸，这个是啥玩意？这种半人半丧尸的品种还是第一次见，属实是长见识了。就在这时，原本还在砍肉的大当家突然不动，像狗一样在空气里嗅了嗅，嘿嘿，是新鲜人肉的味道，好香啊！说完，他一个转身就朝张一的方向扑来。张一暗道一声糟糕，毫不犹豫借力飞身退去。哪里来的小老鼠？好香的味道，好想吃掉你的心肝啊！结！张一不打，直接从广域空间取出数十根钢筋，裹着雷电朝大当家击射而去。可大当家并不躲闪，架起菜刀挡住脑袋，任凭钢筋插进身体里。张一见状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他能感觉到自己发射出的雷电威力在急速衰减，在被眼前这胖子一点点吞噬。小老鼠，你打得我好疼啊！我要杀了你，我要吃了你的心肝！此时大当家已经陷入了狂化状态，极尽癫狂，大叫着扑了过来。钢铁之躯，张一瞬间变成一个铁人，开启防御姿态。在大当家接触到张一的一瞬间，直接开启掠夺，拿来吧你！检测到可掠夺对象，请选择掠夺方向。复刻、剥离、掠夺财富。复刻异能成功，刀离异能成功，掠夺财富成功。异能到手，张一整个人也被震退了10几米，双脚在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划痕。发动超蓄能，张一周身顿时冒起电光，掌中雷电也在不断放大。闻言，大当家愣了一下，逐渐恢复理智。不可能！你的异能为什么和我的一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蠢猪，这本来就是你的异能啊！此时大当家好像又发现了什么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异能不见了！把我的异能还给我！我要杀了你！他伸手就朝张一扑来，可惜你已经没这个机会了。说完，磅礴的雷电从掌心喷涌出，瞬间把大当家轰碎，只留下一个西瓜在地上滚动。看大当家彻底凉凉，张一开始安心检查掠夺的物资：500吨的米面粮油，100吨的瓜果蔬菜，300吨的猪羊牛肉，50吨的酒水。这次掠夺来的东西，快抵上从虎爷那得来的一半了。我现在直接躺平都能狗穿末日，还得是靠抢来的快啊！就在这时，一阵暴怒声传来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杀了我大哥？我们与你无冤无仇。”张一看向他，2行小字映入眼中：异能杀食主宰，4级，财富值3800万。大家都是狼，何必要装羊呢？张一话音落下，数百根钢筋自身后飘起，朝着二当家击射而去。臭小子真是自不量力，我要你给我大哥陪葬！二当家周身泛起土黄色光芒，一块巨石破土而出，将钢筋尽数挡下。然而还不待他反击，张一突然出现在二当家身后，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拿来吧你！”复刻异能成功，掠夺异能成功，掠夺财富成功。掠夺3连之后，张一挥刀便将二当家西瓜摘下。不过张一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转身朝岛上走去。没了3大当家坐镇，他完全放肆起来，大摇大摆的在对方基地开始大肆掠夺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。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的头骨捏爆！靠腰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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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腰嘞。此时张一疾驰在公路上，这一趟整整收获了50多个异能，外加5000多万的财富值物资。放眼整个末世，比他发育还好的绝对找不出第二个。只要他愿意，随时可以摆烂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一个幸存者营地吸引他的目光。此时很多人围着一个铁笼子，里面关着一只猫科动物。铁笼旁边铁链拴着一只丧尸，丧尸像是十分惧怕铁笼里的奇异动物，不停地挣扎着想要逃跑。一个女人正站在笼子前，绘声绘色的演讲：“大家看呐，这就是上苍给我们派来的神兽大人，他将引领我们逃离苦难。迷途的羔羊们呐，为神兽大人献上你们忠诚与贡品吧！万能的神兽大人会庇佑你们的。”在女人的蛊惑下，人群爆发出了阵阵掌声，不少人拿出食物准备供奉所谓的神兽大人。张一看向动物的头上，显示出一行小字：“变异动物，灵虎，6级。”靠腰脸，这哪是什么神兽？明明是变异的老虎啊！
这只老虎可能是受伤了，否则早就冲出铁笼把这些信徒吃掉了吧。张一跳下摩托车，进到营地里，朝着铁笼走去。喂，你是谁？你还没有得到神兽大人的认可，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在得到神兽大人认可之前，你要做的就是献上你的忠诚与供奉。张一冰冷地看着女子，女子只觉得浑身一颤，忍不住噔退了好几步。你想干什么？没有5包泡面休想得到我。张一懒得搭理他，径直来到铁笼前，朝着老虎笑眯眯说道：“有点想吃老虎肉了，你这一身肥肉应该够我吃好久了。”老虎豁然转过头，眸子中折射出一股怒意。还不错，能听懂人话就好说。不过张一的话不仅仅激怒了变异灵虎，同时也激怒了在场的信徒们。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竟敢侮辱神兽大人？你会遭到报应的，神兽大人一定会降下惩罚，惩戒你这个无礼之徒。哪来的混账小子，快把他赶走！张一不理会他们，缓缓竖起一根手指，指尖上隐约可以见到有电光涌动。铁笼里的老虎感受到了危险，怪叫了一声，起身撞开铁笼，一跃跳出5、6米的距离，对危险的感知也还不错。看着变异老虎的表现，张一更加满意了。小东西跟我走怎么样？回去帮我看家，我家待遇很不错的哦。张一说完，从广域空间里取出1箱肉罐头和1箱精品鸡胸肉，点头的话，这些就是你的了。吃完了还有，量大管饱。看到眼前的食材，变异灵虎瞪大了眼睛，都不喜欢吗？那算了。张一说着，又全部收回了广域空间。变异灵虎怪叫一声，跳到张一脚下，拼命的蹭着，一脸讨好的谄媚相。不怪虎虎没骨气，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这位大哥，要不我跟您回去吧，我帮您看家。我是属狗的，正好专业对口。大哥，我也是属狗的，我不挑食，吃你剩下的就行，绝对好养活。大哥，我也好养活，我吃你的剩饭，你晚上还可以吃我的饺子皮。眼见信徒们居然要抢自己的饭碗，变异灵虎怒瞪着信徒们，仿佛在说：“都爬开，是我先来的。”好了，那你以后就是我的宠物了。张一说着，直接跳到灵虎背上坐了下去。走，回家。张一直接甩给他一条羊腿，变异灵虎张口咬住，几个蹦跳之后消失在了原地。是真神降临了，神兽大人听从无上的真神至尊召唤，和真神至尊走了。大姐，神兽大人明明是被羊腿。女子瞪了一眼，叫我大祭司，愚昧无知的凡人，你能凭空变出那么多食物来吗？只有神才能办到，他就是神，无上的真神。张一此时正骑着变异灵虎在道路上疾驰，完全忽略路况，小河小楼什么的轻松越过，不到20分钟就回到了据点小区。主人，欢迎回家。只见柳慧俩母女正穿着女仆装站在门口处迎接她。老公还满意吗？谢谢。这时李小鱼一愣，看到了牛犊般大小的灵虎。好大的老虎啊！我捡回来的宠物，可以帮忙看门的。它不会吃人吧？一般不会，它很乖的。说是霸旺财。张一摸了摸灵虎的大脑袋，这是他给灵虎取的名字。朴实无华，喜气又吉利，土到极致就是优雅。随后几人回到别墅，来到餐厅，餐桌上放满了整整一大桌子的菜。这可是柳慧姐和巧巧忙活了一整天做的呢，你快尝尝吧。看着是挺不错的，柳慧姐辛苦了。主人您太客气了，准备的很仓促，都是些比较简单的家常菜，希望您能吃得惯。我操，这叫家常菜？看来这个厨娘有点手艺啊，以后有口福了。是爆发的前半个小时，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，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，直奔教学楼里跑去。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，让人断了3条腿，把我扔进丧尸群，重生一次，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棒。此时客厅外，旺财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张一他们的剩饭。张一走过去叮嘱道：“晚上睡觉的时候留点心，别睡太死，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，别忘了看家护院的工作。”旺财点点头表示了解。张一又从空间里取出几百斤猫砂扔在地上。待会自个去外边刨个坑，把猫砂倒进去当厕所，以后想上厕所就自己去。不过你要记得自己定时铲屎。你已经是个成熟的老虎了，要学会自己的事自己做，知道吗？听完张一的话，身后几女都愣住了。宠物还能这么养的吗？自从掠夺异能升级后，张一发现居然能看到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度。巧巧的好感度是71%，李小鱼是85%，雪清鱼90%，柳慧最夸张高达98%。就连张一自己都想不通柳慧的好感度为什么会这么高。张一琢磨着，打算手动给几女增加异能。巧巧，去把柳慧姐叫过来一下。好的，主人。很快，柳慧便来到了阳台。主人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你知道异能吗？知道的，主人。经过2天的接触，柳慧也知道了有觉醒者的存在。李小鱼的力气非常大，能举起一辆小汽车；雪清雨则能徒手放出雷电，还能控制金属物品，这让柳慧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她除了能烧一手好菜之外，能做的少之又少。只要张一开口，愿意给她洗衣做饭的人能把整个小区堆满，她们母女随时都是可以被抛弃的对象。毕竟她自认为自己的价值真的很有限。你想要异能吗？我可以给你。柳慧闻言，一颗心快速的跳动起来。您说什么？我好像听错了。你没听错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异能，
想要吗？柳慧满眼的难以置信，但依旧还是脱口而出：“主人，我想要。”张一微微一笑，伸出手在柳慧头上轻轻抚摸着。柳慧面色微红，但却没有丝毫的抵抗或是反感，反而是有点荣幸。我可以给你一个很不错的异能，但相对的，你也将失去你的整个人生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要用你的一生来换？柳慧痴痴地看着张一，眼神有些迷蒙，随即跪了下去。我愿意，主人。主人二字叫的斩钉截铁，是发自内心的臣服。张一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终有一天，你会为自己现在的决定而感到自豪。我将会带你走到末日的尽头。随即心中默念：异能赠予，火能一击。只见柳慧身后升腾起金色的火焰，瞬间又引入身体。异能赠送成功，赠送对象已获得异能火能 A 级。此时柳慧的好感度也瞬间涨到了100%，达到了奉若神明的阶段。主人，能教我写昆字吗？海鲜已经洗干净了，主人随时可以教我写字。张一看到这一幕直接愣住，傻傻的不知如何是好。靠腰脸，姑娘你这是要做甚？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还有，你女儿还在呢，咱能不能矜持一点？难道这就是满级好感度的威力吗？晚饭时间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旺财则在一旁疯狂干饭。雪清雨和李小鱼时不时会向张一请教一些异能练习方面的问题，而柳慧则目不转睛地看着张一，眼神中充满了狂热与崇拜。柳慧姐，今天你做的菜好香啊，比昨天做的还要好吃。谢谢，你们喜欢吃就好。柳慧温婉一笑，站起来，夹起一块肉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张一碗里，眼神仿佛都要拉出丝来。李小鱼见了，心吓一跳。柳慧姐该不会想插队吧？太不厚道了，看来的主动出击了。我要尽快变成张一哥哥的形状。就在这时，张一说道：“小鱼晚上来找我，给你点东西。”啊，好的。李小鱼有点小紧张，可他转念一想，又很快变为了兴奋。他总为自己的身高感到自卑，就连15岁的巧巧都快比他高了。可现在张一居然先选他，不正好证明他更有魅力吗？矮一点怎么了？说不定张一哥哥正好就喜欢矮着弄。哦，不是喜欢娇小可爱的呢。不愧是我，